代中原，人、龙、妖，三分天下。但妖孽恶性难驯，不断在人间肆虐，作怪连连，小老百姓受害无穷，叫苦连天，皇帝束手无策。龙王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，为皇帝消灭妖怪，平定天下。龙王还施淫不礼，令干枯的大地回春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。从此以后，人们都把龙王视为守护神，为他建庙、绘画、雕塑偶像，终年以香火供奉，以表达他们对龙王的敬意与爱戴。水玲珑，你没事吧？啊！好冷啊！我要睡了。哦，那好吧，我不再敷你了，你快点睡吧啊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上次敷你哥哥的时候，他很快就飞出来了。这次花那么多时间，怎么你还没孵出来呢？为什么呢？忙吧！玉娇，玉娇，我求求你，你就当帮我一个忙，不要那么吵，快去睡觉，千万不要说话，知道吗？我是来帮你的，孵蛋养育下一代都是我们雌性龙分内的事情。这个我当然知道，不过你又不是孩子的亲娘。但我姐姐死了，就让我替我的姐姐来照顾你和你的孩子吧。爹，龙妹妹出来了没有？我要跟她玩。哎呀，乖儿子啊，你太吵了，吵得我不能孵妹妹，所以妹妹一直出不来哦，你知不知道哦？我要妹妹出来，我们打球去。参见龙王陛下。小白龙，你胆子真大！要是你打破了本王的龙蛋，我叫你爹娘罚你！快出去！对，别碍着，快出去吧。是。小白龙，等我！龙王陛下就不要生气了，小孩子嘛。玉娇，你把儿子带走，带去睡觉啊！不要在这吵了啊！要赶我走啊？你快点去睡觉吧。乖女儿，刚才没吓着你吧？乖，爹又要开始喽。水玲珑，水玲珑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啊！谢天谢地，宝贝女儿终于孵出来喽！有头没尾巴，四脚不会爬，丑死了，丑死了！水玲珑，水玲珑，给爹爹亲一个么？哎，你飞到哪去了？小心啊！没事吧？救命啊！没有药了！去哪儿啊？不要再飞了，你会受伤的！水玲珑，水玲珑，不要再飞了，我是你爹呀！哎呀，水玲珑啊，你别再耍我了，我是你的龙王爹爹啊！
哦，你知道我名字啊？你的声音很像我爹爹，但为什么样子长得一点都不像我呢？长得这么奇怪，为什么？这你就不明白了，因为爹爹啊，经常跟人类沟通，方便跟他们和睦相处啊，所以才变成人的样子嘛。哦，原来这是人的样子啊！我也要跟你一样，我也要变成人。嘿，还不行，你才刚刚出世。那首先呢，你要吸取那日月精华，然后等到打好了基础，爹爹才把法力传给你。到时候你要变什么就能变什么了，对不对？那心肝宝贝，爹爹变一次给你看啊，不要心急啊。外面的世界漂不漂亮啊？我想再飞高一点，飞远一点，爹爹追我！哈哈，小心点！还好没破相，要不将来嫁不出去，你死去的娘会找爹爹算账的。哎呀，心肝宝贝，你好美啊！龙王爹爹亲亲。好玩吗？好玩。我好高兴能变成人，不过穿上这层皮很不舒服。哎呀，心肝宝贝，这层不是皮哦。人类叫它做衣服，是用来保护身体的，跟我们龙身上鳞片的作用是一模一样啊。我有皮和鳞片就不用穿衣服了。哎，不可以，做人不穿衣服，我恶心的。我不要做人，我不要穿衣服。心肝宝贝，不如爹爹教你变第二样东西，好不好？好啊好啊。那心肝宝贝，爹爹说什么你就跟着我说第二遍哦。好啊好啊好啊。法力无边，随心所欲，速速变。我不要。法力无边，随心所欲，速变。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。咦，法力无边，随心所欲，变。法力无边，随心所欲，变。我不要这个，我不要这个。哎呀，你变乌龟了。哎，那我成了龟爸爸。护国龙珠是我从龙王爹爹的寝宫里拿出来的，厉害吧？要是让龙王爹爹知道，那你就可惨了。我不要玩了。龙哥哥不怕的。不，我才不玩呢。小白龙，我们来玩。是，龙公主。我要变了！
别动，站好了。龙王爹爹亲亲。你是不是偷了我的护国龙珠？什么？龙珠果？好像没有龙珠果。龙眼大师的，拿来给你吃。你给我站住！不准狡辩，不准说谎。把脸转过来，看着我。现在我问你，如果是的话，你就点头；如果不是呢，你就摇头，明白吗？好。你是不是进了我的寝宫啊？你是不是偷了我的护国龙珠？小孩子不许讲谎话！爹爹说过多少次了，龙珠是保护我们龙族的圣物，你怎么可以拿来玩呢？我才说你几句你就哭！龙王爹爹欺负人！你明明是讲谎话，又是点头又是摇头，又是点头的，是想怎么样啊？龙王爹爹糊涂了。我第一次点头是想说爹你妈的对，我第二次摇头是想说我以后不捣蛋了，我第三次点头是想说我知道错了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爹爹错怪你了？爹爹，你自己承认你错，我要罚你，我要骑牛牛。不行，你还想要狡辩？我要罚你2个时辰思过。听着，乖乖的待在里面。如果你乖的话，爹爹就早点放你出来。皇上驾到！爹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爹爹，快放我出去！爹爹，快放我！朕今天来是特意来谢谢你帮忙驱除妖魔，平定天下。举手之劳，何足挂齿啊！皇上国事繁忙，日理万机，此番千里迢迢远道而来找我，是否有更迫切的事要兄弟帮忙呢？龙王真不愧是朕的知己，对朕了如指掌。那朕就开门见山。其实朕这次来是想向龙王借龙珠一用，前往蜀山祭天，为天下的老百姓求平安。这个问题，朕也明白，龙珠乃护龙之宝，不能随便借出。但朕只要借用3天。皇上，那么多样你不借，为何偏偏要借这样呢？莫非你不信朕的话？非也非也，只是国有国法，龙有龙规，按照龙规，龙珠是绝对不外借的。哼，难怪最近朝野盛传，龙王对朕存有异心，意图密谋作乱。由此看来，空穴来风并非无因。皇上千万不要听信谣言，我从来都并无此意。如果你也有异心，那么人人都得而诛之。龙王，你无路可退，快将护国龙珠交出来！你当我傻子？我有龙珠护体，杀不了我的。是吗？
在哪里啊？金刚宝贝，你千万不可以出事！我答应过你娘，我一定会保护你，我要你长大，看你成亲幸福。金刚宝贝，你绝对不能够出事啊！金刚宝贝，你没事了，没事了，爹在，爹在这里，你没事，你不用怕。进工厂，兔死狗烹。说什么借猪借天是个借口？你卑鄙无耻，就不怕天打雷劈吗？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朕从来就不信因果报应。就算我龙王死了，我的龙子龙孙一定会替我报仇的。就算死到最后一个，也要跟你同归于尽。永远的被踩在脚下，继续途径你的子子孙孙，比死还更难受。皇帝昭告天下百姓，龙王率领龙族策划叛乱，是人类的公敌，因此严禁百姓供奉龙王。一夜之间，城内城外的所有龙庙、龙画、龙像，以致一切与龙有关之物，都被焚烧摧毁，化为乌有。皇帝为了斩草除根，将龙的后裔全数歼灭，
下令伏魔兵团日以继夜，在民间各处搜捕龙族余孽。但凡找到可疑的龙族分子，一律格杀勿论。伏魔兵团所经之处，都叫人龙妖闻风丧胆。好戏上场喽！来呀，好戏上场！这还没开演呢，就要钱了。我美美的让你看啊！嗨，大胆龙妖，不要为民除害，出来！是人呐，我们只是演戏而已呀！哎，翡翠，你说说话呀！大人，我不是龙妖，我是人，我是翡翠。你是女人，好丑啊！人家女人都是弯弯的柳叶眉，可你啊！哎呀，大人啊，你都说她是女人了，就说她不是龙了。但是你们的戏里提到了龙，同样违反了禁令，抓！哎，少说的故事也说龙啊，你为什么不抓他？统统带回去砍了！大人饶命！大人，哎呦，大人，您大人有大量，就饶了我们吧，好不好？你又是谁呀？我就是他的掌上明珠，我叫王明珠。您掉手巾啦。大人，我请您喝酒好不好？好啊。我的皮肤好不好？好。那您放了他们好不好？好。说要放了你们，赶快谢我大人。谢大人，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违反禁令，罚款100两。啊，100两。走。这是罚单，拿着。走。翡翠呀！啊，什么事啊，爹？我今天被罚了100两啊，心情很不好，别惹我啊。哦。喂，你今天要做的事做了没有啊？扫地、砍柴、烧水。扫地、砍柴、烧水、煮饭、喂鸡、喂鸭、刷马桶、洗衣服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都要做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翡翠姐姐都记住了。第4是什么？我都快饿扁了。啊，第1是扫地、砍柴、烧水、煮饭，喂鸡、喂鸭、洗衣服、刷马桶。1、2、3、4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煮饭，我这就去啊。等等，先做第3。刚刚我跟那个伏魔兵团的队长摸了一下，脏死了，我要把脸洗得干干净净的。哎，对，先做第3，后做第4。哦，好。去。3、2、1，哦耶！我没事，我没事。快来看表演！来呀！父老乡亲，各位父老乡亲，今天吉利杂技团出到贵宝地，推出最新项目，保证前所未见。翡翠姐姐，你真的撑得住吗？没关系，爹爹给了我小背心，很保险的。快来看！哎，这位大哥，铜皮铁骨啊！来，一次3两啊！来。3两我没有，我选1两的。啊，1两就用小的，好的，来。翡翠啊，这是只小的，你要撑着点。好。没事。翡翠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！来呀！翡翠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谁还要随大师啊？血啊！谁要随大师啊？对呀，翡翠姐姐受不了了。别吵了，是真的。不是有保险背心吗？一点都不保险，中间垫了石头，锤子根本就不会反弹的。反弹不了？哎，流血了，翡翠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。撑得住就好啊，敷点药就可以了。我们继续开工啊！来，这里是3两，我要随他大师。
随大使啊！哎呀，这个了不起啊！你现在就要随大使啊？钱都给了，我不睡要等到明年啊！不行，翡翠姐姐已经受了伤，现在不能睡。哎，对，哎，不如钱先留着，哎，改天你再睡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不管，我现在就……哎，你要打，也要先拿好锤子呀。我有我的头，他的头，你的头，对，我练了铁头功，我要用我的头碎那块石头。哎呀，下一位啊！是吗？哎不，我还没有撞呢，你撞过呀！我要用我的铁头去撞他的胸，看是他的胸硬还是我的头硬。我要撞了！你们给的工钱呢，只能送河水。温泉，这距离河边10倍的路，怎么还冒烟呢？我用兽皮包着呢。哦，那你以后就给我送温泉水吧。那得给10倍的工钱。10倍！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姐姐还很痛吗？放心吧，我没事了。哎，要是我们有钱呢，就不用拼命的赚钱了。哎，坏了，已经很晚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每一样都没有做啊，怎么办呢？洗衣服、喂鸡鸭、刷马桶，我哪一样都没做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到底先做哪一样好？哎呀，翡翠姐姐，你什么都不要做了。算了，今天呢就不用烧水煮饭了，胡乱吃点干粮就好了哈。水来了。水还挺烫的嘞。嘿，我用兽皮包住的嘛。嘿嘿。你从山上提温泉水来啊？很远的路啊。哎，听说用温泉洗澡能让皮肤滑嫩的。哦，对了，翡翠啊，赶快把药放进温泉水里，进了就能够疗伤了。还是给明珠姐姐洗澡吧。阿强。啊，是。什么事啊？你为什么对翡翠那么好？啊？翡翠她为了给家里赚还官府的罚款，现在受伤了，难道你忍心不治好她的伤吗？放心吧，我只是胸口受了点伤，但是还受得了。让翡翠进药材温泉水吧。来，用我的祖传神仙药酒，刀伤、遇伤、烫伤、砍伤，一涂就好啊！哦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了，一擦之后皮肤就会晶莹通透，一点伤疤都不会有啊！谢谢爹爹，可是只剩下一点点了。哎呀，爹当然是用完了才拿来给你用啊。哎呀，都说了，这是祖传的神仙药酒啊！哎呀，让开吧，你先坐下来，让爹帮你擦。爹，翡翠已经是大姑娘了，不用你帮她擦药酒。还是我自己来吧。哎，翡翠姐姐，要不要我来帮你啊？让我来帮你吧。吉利大叔啊，那不让翡翠进这药材温泉水了吗？多管闲事。喂，你别以为挑2桶温泉水就够了，外面那2个缸啊，去给它填满。是。哎，对了，今天怎么没有鱼送来啊？哦，待会儿我去河边给您抓2头回来。哦。我又不喜欢吃鱼，送水的永远是个送水的。说的也是哦，既然爹爹已经把你许配给了阿成哥哥，那你以后岂不成了送水夫人？我不要水，我要钱。明珠啊，我天天给家家户户送水，也是可以赚到钱的。
你可以不做送水的，做别的工作啊，也能赚钱，而且赚得更多。做别的工作，做什么工作啊？去镖局做镖师啊。镖师？那不是要到外头去送镖？那岂不是不能经常见到你吗？到边关当小兵。哦不，我娘说不要当小兵，要当啊就当将军。好啊，那你去当啊。怎么当啊？我没有读过书，又目不识丁。哎呀，知道就好了。还有挑工作。挑？我没得挑，所以我一直在挑水。其实挑水也很不错啊，既可以锻炼体力，又可以多留在家里，赚的钱呢又够养我娘，还有我娘子和我的孩子。哦对，还有吉利大叔。但是不能填饱我的肚子。填不饱，那我去河边多抓2条鱼来给你吃啊。我是说，你挣那么少的钱，哪里填得饱我对金钱的渴望呢，笨蛋！哦，那我再抓虾、抓螃蟹给你吃啊。那岂不是每天都在吃海鲜大餐啊？是啊，我不跟你们多说了啊，我还要给祥林嫂送水呢。吉利大叔，这2桶温泉水就请你给翡翠进药材浴吧。我现在再去给你多赚点钱回来。好，努力啊！我会努力的。爹，都是你！要帮我找老公，就帮我找一个好一点的、有钱一点的。为什么找一个又笨又穷的土包子给我啊？这爹也不想嘛。但是盐城的爹对我们有恩呐，是对你有恩，不是对我。你怎么这么说呢？当年你赌输了钱，找盐城的爹借钱还债，结果你还不了他，才将我许配给盐城。是谁告诉你的？是娘临死前告诉我的。他临死前迷迷糊糊说的话，怎么能相信呢？你的话我才不相信呢。我的终生幸福，全都毁在你的手里。军兵猪啊，爹对不起你啊，爹对不起你啊！元宝，你怎么了？哭成这样啊！我还没揍你呢，你哭。
你怎么了？我看你现在病得不轻，还是再找太医看一看吧。朕没事，朕没事。父皇，你还说没事？您看看，刚才你连我都认不出来。你现在由于失眠，已经产生了幻觉，再这样下去会很危险的。这些日子，我们大家苦思冥想，绞尽脑汁，还是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父皇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亲自到民间帮您找药方。你要为朕找药方，朕就成全你的这份孝心。那个场面相当激烈，经过大战之后啊，喷火龙呢就倒在了地上，是奄奄一息呀。这时候皇帝就拔出了屠刀，这边一挥，那边一扫，这里一刀就把那龙爪龙须统统砍下来了。哇，这么厉害啊！皇上屠龙当然厉害了。是吗？那龙长什么样子？龙就是有鹿角、马脸，还有大片鱼鳞。那么龙大便是什么颜色？香的还是臭的？我没见过，我哪知道？那你也没看过皇上屠龙啊？你怎么知道皇上屠龙这么厉害？对，我是没见过龙，更没见过龙大便。但是我知道，龙喜欢吃什么。哦，吃什么？小孩子，尤其像这样多嘴多舌的小孩子。你干嘛？啊！奇怪，奇怪，真奇怪，翡翠是个丑八怪，蛤蟆一见眼发呆，大红花下常回家，把糖卖啊，把糖卖。对，你们才是丑八怪呢！不可以欺负我的翡翠姐姐。谁叫你不拜我当老大的？哼，我是男子汉大丈夫，谁要拜你这个胖妹当手下？你是小孩子，什么大丈夫呀？不然你打赢我，我就让你当老大。好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啊？不要打，不要打！小孩子不能打架的。好了好了，放手啊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真是的！你哇叫什么呀？哇！我说过多少次了，绝对不可以画龙的，你还画呀，会被官府杀头的。就是啊，要是被伏魔兵都看到，我们全家都完蛋了。是啊。哎，冤枉啊！这个真的不是我画的。家里最皮的就是你，不是你画谁画？你说，谁画的？一定是小胖。哎，元宝，哎，我要去找他算账。元宝，你别跑啊！让他去吧。我一定会帮你出去的。好，打架也拉不住。小胖，元宝，别跑！我要教训你们。谁叫你画龙的？不，我明明看到从你手里掉出来。不，你住哪里？全家通通都要杀头！快手！大成哥哥，哎呀，在哪里呀？快来救我！翡翠姐姐，救命啊！哎，别过来！走，走。哎，谁可以来救我啊？谁来救我？你别过来！不要啊！谁来救我？姐姐哥哥，你们在哪里呀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们快来救救我！你们在哪里呀？阿正哥哥，翡翠姐姐，救命啊！救我！你们在哪里呀？
双手，如果可以永远握紧，或许爱情就不会举棋不定。黑白终究会分明，天亮了梦不一定醒，闭上眼睛，世界才会变安静。以为付出会和幸福存在必然关系。